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现在是吃丝瓜的季节，它的口感细腻、清脆爽口，无论是炒、炖还是凉拌，都能成为我们美味佳肴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丝瓜，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。这样做出来的鲜香嫩滑，不变色不发黑，而且营养丰富。我家一到夏天就做这道菜，每次上桌都会吃到光盘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，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条丝瓜，丝瓜的品种比较多，任意一种都可以做。我这种是最常见的丝瓜，这种丝瓜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味道，它比较软嫩多汁，比较清爽型。挑选时，它的形状尽量让它头跟尾均匀好，表面要有点带刺的，纹路明显的。用手压轻轻的摸，你会觉得这个丝瓜很扎实，这样丝瓜代表新鲜。如果丝瓜的表皮没有那么的翠绿，还有许多的黑点，再来你摸轻轻的，你会感觉到这个丝瓜很软好。当你摸起来有软的感觉，代表这个丝瓜已经不新鲜了，有可能已经老了。用削皮器把丝瓜的外皮削去不要，尽量把丝瓜表面绿色地方把它留着，等下炒出来，丝瓜不止软嫩，又带脆口，颜色也比较不容易变黑。新鲜的丝瓜削去外皮之后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会渗出很多的水分，这样的丝瓜做出来才会更加的鲜甜、脆爽可口，而且也不容易出水发黑。丝瓜皮全部削去之后，先把清洗一下。放入案板上，把它2头2尾切掉不要，然后把它切成滚刀块，这样切大一点，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。如果切得太小或者是薄片，炒出来的丝瓜吃起来就比较软绵，还容易出水。看看切出来的纤维是多么细嫩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，再把它切成末，切出来的蒜末香气会比较好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丝，然后切成末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，把葱白切成小粒。切好后，放入盘中备用。葱叶切成葱花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6个鲜虾，这个虾是我提前放到冰箱里面冻了一下，这样子包的话就很好包。冻过的虾只需要简单几步就可以了。先把它头剥掉，再把虾身壳剥掉，整个虾包一下就包好了。全部包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2个鸡蛋，打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个漂亮的西红柿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接下来起锅，倒入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再均匀的撒上适量的食用盐。这一步的目的是煎蛋不粘锅。然后把蛋倒入锅中，开小火煎熟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。煎蛋的时候尽量开小火，避免煎糊，中途不断的转动。
然后再翻面。但翻面之后，煎的时候会产生泡沫，这属于正常现象，不必担心。泡沫越多越香。蛋煎香之后，把蛋切成小块，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锅里留底油，把姜蒜放入锅中，把它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把鸡蛋倒进来，鸡蛋下锅之后，倒入开水，把它们煮开，这个是诀窍哦。不建议先放丝瓜炒，如果先炒的话会变黑。水开后，再把丝瓜放入锅中，把它煮滚之后，放入鲜虾，继续煮开。煮开后转小火，我们来调个味，要记得哦，转小火，因为在调味过程中，我们不要让它过度的滚沸，这样也容易让丝瓜变黑。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1勺的鸡粉，半勺的胡椒粉是提味，不要放太多，放太多的话会掩盖掉它的鲜甜的味道。好，这时候再转回大火，煮一下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味道，还有它的口感是刚好，因为这个丝瓜吸满这个汤汁。关火，起锅，倒入碗中，放入葱花。这一道简单又鲜甜的丝瓜鸡蛋汤就做好了。看看这丝瓜非常的翠绿，记得不要炒过，你就有办法煮出跟我一样翠绿的丝瓜。这样做出来的丝瓜鸡蛋汤真的是看上去就很有食欲。丝瓜的颜色翠绿鲜艳，吸收了鸡蛋的香味，虾的味鲜，吃起来非常的爽滑，还特别的鲜香。里面的鸡蛋也吸收了丝瓜的鲜味，鲜香嫩滑。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既好看又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